这可不是寻常的刑针，我要在师叔身上插上13根银针，到时候师叔体内就会气血翻涌，恍如坠入火山之中。这时候阻挡师叔体内真气流散的外物越少越好。我不善医道，不太明白。白痴，就是说刑针的时候，白神医最多只能穿一身里衣。素素，医者不避嫌，我此举只为救人，心无杂念啊。不过，苏公子你没问题。他要是不行，我可以上，我心也无杂念。我发誓，老子杀了你！哎，好说好说，有话好说。这紫气东来都放出来了，这玩意儿闻上一颗要人命啊！治不了就算了。那你来选嘛，我们都行。哎，哲叔，你是他爹，你替他选。我替他杀了你倒是可以。我想到一个办法。哲叔，你就对你女儿的伤势这么放心？药王醒不草都来了，自言无忧。哲叔，这辈子你有没有喝过喜酒啊？我们这一行都是受人喝死的，葬礼我倒是参加过不少。喜酒嘛，我只喝过我自己的。哎呀，那是我跟霍怀他娘亲一路逃亡，路上在一间破庙里面结为夫妇，拜了天地，供应了当时省上最后一壶酒，也算是喝过喜酒了。那酒滋味如何？甜啊！哲叔不是只喝烧刀子的吗？我听说只有南方的果酒才是甜的。还是烧刀子，但是那天喝起来就是甜。哎，我前辈不醉，那天也醉了，于是就有了我的女啊。唉，我倒是没喝过喜酒，不过如果有机会，也希望能喝上一杯啊。长河啊，你这句话讲起来意味深长不？你懂的。哼。倒也不必这么着急。师叔，得罪了。哲叔，你说，我们要是在南安城住下来，是不是也挺好？你爱属沐雨附体了。只是忽然能理解沐雨心中所想了。你可是大家长啊！世上有一个南安城，就有10个南安城，100个南安城。我们能够找到我们的南安城，那他们也能找到他们的。一声令下，大家四散天涯，都过上这样的日子，不也是蛮好？政治的意志
并不是每个人都喜欢的。大家出生于江湖，哪个不想做那个叱咤风云、搅动风雨之鹰啊？我们都是站在过高处的人，我们晓得高处不过如此。但是暗河中还有很多人没有，他们还有野心。李涵他们就这么四散离开，最终不过是死在另外一个战场之上。他说完了这一点，我可以这么选，苏沐雨也可以这么选，但偏偏你没得选择，因为你是大家长。师叔，接下来我将落下最后一针，期间的痛楚你应当知晓，还请稍作忍耐。起，落。苏公子，在，便是此处，便是此时。好。神已经睡过去了，一切安好。我便知道一切无忧的。饿了。药王想不想吃青椒炒鸡蛋？哎，于哥，药王大驾光临，我们能不能出去吃点好的？来，大点声，说出你的心里话。我想吃福寿楼13道大菜的盛宴，再配上一壶落白酒。再真心一点儿。我不想再吃我宇哥做的饭了。过来！谁呀？又是？这般强的级案件级，全天下只有2个人能做到。风雪剑不会来这儿，所以你是……我不会运气这么不好吧？为何你没有中毒？啊？我不知道呀。因为你和下毒的人是一伙的。快把解药交出来！我没有。那就立刻去死！等等！有。李城主怎么没被这花毒所困？都被称为了剑仙，还被这小小的花毒所困，未免也太可笑了。确实可笑，不知二城主是怎么脱困的，也教教哥哥我。那自然是有解药。啊？是3城主给你的？怎么可能？雪月剑仙，您贵为雪月城的2城主，行事如此粗鲁无礼，是无实事。女中豪杰，把你的解药都拿出来。
我这花朵的解药价值连城，不是拿来给你做善事的。你要救谁啊？是救我。不是你谁呀？谢轩。哼，谢轩。解药还有吗？有。来，多谢这位兄台了。来。对了，李城主，这城中还有不少江湖人士也中了此花毒，你我身为剑仙，自然应当助其一臂之力。这瓶中还有不少解药，这花毒似乎也没有方才浓郁了。怎么救？将这解药化作粉末，散布全城即可。此毒由花所起，自当由花所灭。这世间能一剑满城落花之，唯有你了。好。这就是传说中的月息花尘。不等了！居然靠这个女人解了毒，真是让人懊恼。哼！李城主的剑还是那么美啊。方才我在来的路上碰到了几个白小堂的人，他们托我办一件事。我自是最讨厌这种事了，不过没办法，我母亲和她同为什么四守护，既然阿娘让我帮她，我便自然会帮她。幸好遇到了你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姬若风把我们聚集到这里，不是让我们看什么好戏的，是自己藏了心思在其中。可白小堂找了你，与我有什么关系呢？你方才的毒是我帮你解的，我与你有恩，你理当帮我。我想，你的这些圣贤书里也是这么教的吧？二城主所言甚是，要我帮你什么呢？带我们去见你的主人。这些你说笑了，我带你去我不死定了。你只需要在快到的时候提前走就行了。哎，但如果你不带我们去，你现在立刻就会死。不是你，我也无能为力啊。带路吧。跟我一起。车夫，暂借一下你的马车，城内危险，你且留在此地等着。天亮之后，我们便会回来。啊，好。下，下。
来，多谢二爷。哎，苏公子没带银子，没关系，我有。多谢二爷。兄弟，一会儿跟我走啊！赌坊知道吗？天喜城最大的赌坊，我家开的，带你赢点钱去。原来兄台是喝了酒就能和人称兄道弟的性子。哎，嘿嘿，这以前听闻苏公子的大名，都以为是什么人间修罗，没想到今日一见，竟是风流少年呀！哎，我与你一见如故，不如咱们这……谁敢在天启城中杀人？什么人鬼鬼祟祟，暗箭伤人？此事与你无关。你是何人？装神弄鬼！二爷请退下，此人为我而来。这是苏公子的仇家？倒也算不上仇家，他们之前也是暗河之人。他们又是什么鬼？他们不是鬼，而是坐在神庙之中的神。只有我们这些执剑之人才被称为鬼，也就是你所说的人间修罗。听不太懂。总之好像很可怕。倒也没有，只是我的剑被哲叔收走，倒是有些麻烦。我平日里是不太用武器的，只有这把匕首，必要的时候用来防身。很好，倒是经常看昌河用寸之剑，没想到今日也能派上用场。苏公子不是还有一个朋友也来了百花楼吗？是啊，打得热闹些，拖一拖时间，等哲叔赶来。他不会来了。二爷退下，此事与你无关。阿紫，你还真是慷慨啊！为了庆祝我找到女儿，你这一下派了4个过来。哎呦，你是想要了我的老命啊！你们要好好伺候苏先生，知道吗？是。那我先下去了。可嘛可嘛。苏先生，几个美人，你们也都下去嘛。我虽然是来逛交锋室的，但我没是那种人，我已经有女儿了。那就让我先来送苏先生分享极乐吧。我不是讲了，我没是那种人。我已经过了做美人计的年纪了。小心啊！那是神仙笔，地上的一个字就是一道气，一会儿气随笔出，他想寻你的窍门。多嘴！二爷，速速离开！苏公子，救命之恩来日必报，那你自己多加小心。起！神仙笔，怎么写都是死的事。因为今日是你死期，神仙也难救。哎，小心啊！哎呀，这下糟了！
小心！公务员，你干嘛呢？空乳界神野比，你不要命了？不愧为吴建城曾经的少主，居然会指剑。只是这门剑术伤人伤己，若久不练，一指成剑便废一指。所以我还有9指，便能挥9道剑气，3道剑气杀一人，足矣。是你父亲带我来的。哎，我作证啊，苏公子真的只是听曲儿。难道苏沐雨真是无辜的？那是自然。来了教坊司只是听曲，就像是我去了天启城的碉楼小筑，然后点了杯普洱。你知道这叫什么吗？叫什么？又当什么立什么。当机立断。二爷，帮我照顾白神医。哎，好。打架还有机会插嘴啊！你先照顾好你自己吧。先生，涂在你那根受伤的手指上。多谢。白神医，白鹤怀，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。久仰久仰。久仰什么久仰？我在江湖上根本就没有露过面，净说瞎话。所以你方才说的话，我也不信了。哎，不是我，这姑娘，你这弄得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白神医看起来好像不太担心苏公子。那是自然。当苏沐雨手中握住剑的那一刻，一切已成定局。还不下来帮忙？哼，来了。这又是什么情况啊？呼须之阵。援兵来了。来的人都是谁啊？暗河大家长、暗河穆家家主，还有……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着急跑什么？看完再说。哎呀，那个白神医和我有戏，和我有戏啊！苏沐雨，苏家主，没想到最后竟会被我的醉梦蛊制住吧？给我住手！苏昌河，你拦着我做什么？为什么不去救苏沐雨？苏昌河，若想救苏沐雨，便好好听从我们影宗的安排。他中毒了。他中了醉梦蛊，就算他是大罗金仙，也用不了半点武功了。
气温和绵软，就像是进入了一场永不会苏醒的醉梦。是醉梦谷没错，你们俩做得不错。来人呐，把苏沐雨关入营狱。是。不过，怎么只有你们2个人？地官呢？他死了，毕竟想活捉苏沐雨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。可惜了。天官，你怎么一直不说话？兄弟死了，宗主只言一句可惜。可对我而言，却不仅仅是可惜这么简单。我不想说，宗主有何苦问？原来如此，倒是易某有些冒昧了。对了，易宗主，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哦，什么消息啊？暗河大家长苏昌河，他入天启城。禀殿下，方才教坊司中出现械斗，双方分别是尹宗的3官和苏沐雨。随后暗河大家长苏昌河赶到，但为时已晚，地官被苏沐雨所杀。苏沐雨中了醉梦蛊，已被尹宗带走。影宗那帮废物，居然也有得胜的时候。我们与影宗合作，不过是把影宗作为暗河的磨刀石，覆灭影宗，同时为了暗河这柄更锋锐的刀罢了。但是3官武功很强，不逊色于暗河家主，只是他们之前的态度似乎并不想与暗河发生正面的冲突。为何突然改变主意了呢？这隐域之中，怎么空无一人？哼，曾经的影宗是天启城的影子守护者，可当光明最盛，连黑夜都能被照亮的时候，也就不需要什么影子了。如今的琅琊王掌控着守护天启、守护北离的权利。那么影宗这里，自然也就没有什么必要收押犯人，甚至有的犯人刚到这里没多久，便被琅琊王给提走了。难怪义卜这么想杀死琅琊王。哼，中了醉梦蛊还能说话？这醉梦蛊不比一般的毒药。这几个时辰，我已经试图运起真气，突破体内那道枷锁。可是到现在，依旧只能勉强说话罢了。哼，那是自然，这可是我最得意的东西了。3官之中，你最为特别。除了水官之外，你可还有别的身份？我叫苏恨水，我想为自己而活。而不是端坐在神殿上的一座雕像，一柄别人手中的刀。我明白了。什么人？不愧为暗河的大家长，居然能瞬间察觉到我的到来。你是谁？影宗，乌鸦。知道大家长入了皇城，特来一见。苏沐雨呢？他约我在此相候，为什么他人却不在这里？你想见苏沐雨？当然，他是暗河苏家家主，是我苏昌河一生最好的朋友。就算我失去这个大家长之位，我也不允许他受到一点点伤害。你们若是敢对他做什么，我一定跟你们拼到底。哼，
大家长不必如此紧张。苏沐雨现如今正在隐宗宗门做客，一切无恙。只是什么？好可怕的杀气！说话！只是什么？只是从客人变成主人，或者从客人变成犯人，一切都由大家长的诚意决定。我的诚意，想试探我的诚意，是一件很没有诚意的事情，也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。我们一直所做的，不就是世间最危险的事吗？哈哈，这句话说的倒是不错，我都有点开始欣赏你了。说吧，需要我们做什么？我们要大家长取下琅琊王的人头。什么？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暗河不是什么人都能杀吗？那我就将这世上最难杀之人放在你面前，你不用这么着急给我答复，想清楚点。在什么？你说你要是一转头，你整个头颅会不会滑下来？只见是为了什么？奎大人，有消息。白雪却嫌春色晚，故传庭树作飞花。本以为这个冬日已经结束了。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呐，每年等待着的便是这冬天赶快结束。可偏偏冬日已逝，又下了一场雪。暗河，天下第一的刺客组织，在朝能杀高官贵胄，在野可灭江湖大派。是非不分，好坏不论，善恶难辨。你执掌这样一个组织30年，应该很累了吧？我已经是个老人了，若不是因为一些执念，我会觉得我身上的血已经冷了。30年前，你我大战一场，不分胜负。我们约定，我要回去执掌暗河，你要辅佐唐老太爷重振唐门，直至30年后再一决雌雄。好。我隐居这寥落城多年，也该活动活动筋骨了。我可一直等着今天呢。
托的，徒手接过你一枚暗器，差点被毒死，我可不会再上当了。几枚暗器你能接住？那接下来，万树飞花，你又如何应对？好一招万树飞花，许久没有如此尽兴的一战。你我30年之约的这一战，本该只论胜负，不争生死。于杀手而言，没有胜负，只有生死。只可惜呀，可惜什么？可惜，方才你那瞬杀一剑，消耗了太多真气。也可惜，你以为自己是执棋者，却没想到，你是别人棋盘上的棋子。落雨，不是跟你说过这是我自己的事，不用你插手吗？有人想趁你和唐二老爷决战之时，对你不利。一石二鸟。老伙计，你既然在决战之时动了杀心，你也晓得我这个人追求一个公平。雪落一枝梅，黄泉路上我会歇歇脚，可别让我等太久。大家长，我们立刻回安河，找我们家最好的药师帮你疗伤。不能回安河。苏、木、谢，你说他们3家等我受伤这个消息，等了多久了？刚才那些暗算我的人，根本就是他们的人。可去钱塘城，我在那里有一个故人，是药王辛百草的小师叔。找到他，他叫白鹤怀。明德11年初春，距离上一次引发江湖浩劫的魔教东征已经过去了3年。如今的江湖平和安宁，少有争斗，而暗河藏身于黑暗之中的最强宗门，由苏、谢、穆3姓组成的刺客组织，却在此时因为3家之首大家长的中毒而即将迎来巨变。这江湖甚至于朝堂之上的短暂平静，也将因此而被打破。穆明策已经重伤，看来我们需要选出新任的大家长了。他本来就已年老，而且越来越不受我们的掌控。那便传信给3家，若大家长身死，谁若能率先夺得绵龙剑，回到提魂殿复命，谁便是新任的大家长。这是要让暗河大乱呢，于大乱之中，才能诞生新的暗河之主。
特药府到了。你的谢银江，他们要来这里寻找名医。是啊，大家长身中奇毒，命不久矣。而此处就住着药王那隐居的小师叔。我们苏家老爷子说，希望这个小师叔可以不要出现，或者说，从未存在过。别人都是一口槟榔一口烟，飘飘欲醉做神仙。哲叔，你吃的怎么是话梅啊？以前有个女人和我讲，槟榔对身体不好。哦，你吃不吃？我就不吃了。哼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礼貌了？学苏沐雨啊，杀手临门，有礼有貌。可是这位神医似乎不太给面子啊。许是这位药王师叔年纪太大，耳朵背了，你要考得再响一点。哲叔，你这是敲门吗？我看你是要杀人啊！我们不就是来杀人的吗？谁呀？敲门敲得那么大声，耳朵都要聋了。姑娘，敢问你家老先生是否在府上？我家老爷他出门巡诊去了，要不我帮你们去找找他。那便麻烦姑娘了。你干什么？哎呦，抱歉抱歉，一时手滑。来，这个啊是祥宁膏，姑娘呢擦到脸上，不出半个时辰，你那个红痕就会白肤如初。有毛病。可引药蛇追踪的香凝膏，这种小伎俩也想骗过我？这位姑娘，你是医者？怎么？难道我看起来不像吗？抱歉，无意冒犯。公子，可是要问路啊？姑娘慧眼，想问姑娘，附近是否有处药庄，名为白鹤？公子是要看病啊？我医术不错，我来看便是啊。家中有人得了重病，点名要找白鹤药庄中的神医。多谢姑娘好意。那你怎知道我不是白鹤药庄中来的呢？莫非姑娘是？那自然是。烦请姑娘速速带我去见你师父。我师父，他暂时来不了这里，但是他和我说过，有贵客来访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来，想来就是公子你了吧？他让我先行随你前去。冒犯了，我需要赶时间，还请姑娘上马。我们到了。桃儿，你来的正是时候，大家长那边好像出了些问题。神医呢？我这么大一个活人站在你面前，你怎么就看不见呢？这姑娘是神医？不是，那我走了。姑娘莫怪，这是神医弟子，过来帮他师傅看一下大家长病情。姑娘，请随我进去。嗯。
觉得这里面有鬼哎。姑娘莫怕。大家长，上次我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个流着鼻涕的脏孩子。我上一次见大家长时，大家长还是一个随时会准备拔刀的杀神呢。现在也随时准备着拔刀，不过头发白了而已。这手还是血红色的。行了，先诊脉吧，看看现在的大家长还能不能拔出刀来。收起你的杀气，你若是不小心吓到了我们，我手这么微微抖一下，你们的大家长啊可就死定了。朽了一枝眉。没错。你怎么做的还活着的？我的魁替我挡住了那一枝梅，我只种了半朵梅花，还能勉强撑着。这可是唐门唐二老爷的独门奇毒，号称唐门第一，天下第二，仅次于温家家主所创的镜花月。据说除了唐二老爷本人，无人能见。唐二老爷人呢？被我杀了。暗河大家长也亲自接杀人的任务。敢问姑娘，是否能医？我们药王谷的名言便是，只要没死，便可以医。只是，姑娘有何需求，但说无妨。就等你这句话了。医当然可以医啊，只要银子管够。看来对方是识破了你的伎俩，这才走出了多久，就把这药瓶给丢了。看来我们是搞错了。什么错了？我们方舟里是真的圣医。还好，我也做了些准备。哦。行了，你帮我找个住的地方吧。这来来回回的太麻烦了。不让你师傅再来看看了？我师傅，他早就入土为安了。你们怎么老想着要他从地底下爬出来啊？什么？药王的小师叔已经死了？沐雨，你错了，你眼前这位就是药王新百草的小师叔，药王谷一脉祖师李宇珍的关门弟子白鹤怀。医者白鹤怀，见过暗河大家长。见过暗河的魁大人。魁大人，我肚子饿了。神医见谅，行走在外，难有什么珍馐佳肴，只有这个了。无妨，有的吃就不错，总比在药王谷吃我师兄煮的药膳强。你是不是很好奇，我是如何看出来你的身份的？既然神医与大家长是旧识，想必也听说过我们。小时候啊，师父为了哄我好好学医，便给我讲故事。他的故事里呢，经常出现一个叫做暗河的组织。
由苏、谢、穆3姓家族组成，他们的统帅者便称作大家长。大家长座下有直属刺客团诸营，其中最强的12人以地支12校为代号，而他们的统帅者便是魁。今日我见到的这些人，他们以生肖为面，唯你戴血红恶鬼面具，随侍大家长左右。你不是魁，还能是谁？神医对我们的了解，比我想象中更深。我还知道，每人的魁啊，都是当做现任大家长培养的。这上一任的魁呢，他死了。抱歉，这些隐秘之事无法与神医细说。可是上一任的魁，他是我的父亲，这也不能问吗？神医说笑了。不信算。这人是死是活对你们倒是隐秘，可是你们身份特殊，标识却如此明显，此时就不考虑隐秘了。我也曾问过同门前辈，身为刺客，本该想尽办法隐匿身份，可为何我们却明明白白地把身份写在脸上？那人怎么说？这是意思个，你懂事吗？你怎么突然大舌头啊？不是我大舌头，是他大舌头。我想起来了，难道我白日里见到的那个人，他便是你的同门？他是不是手里还拿着一根法杖，上面套满了金环？这时居然也来了。还有一个玩匕首，那是昌河。陈龙，准备一下，带上神医，即刻启程。是。去哪儿啊？九霄城，没有人比我更了解昌河。此刻我们定然已经入了他布下的局。宇哥，都准备好了。神医，这是卯兔，你随他动身，一路保重。魁大人，那便希望在九霄城中我们还能重逢。不必叫我魁大人，叫我苏沐雨便是。苏沐雨，还真是一个好听的名字。再见了。你讲的准备就是在这开等啊？谢家的刀，穆家的鬼，每一个都蠢蠢欲动，而我就不一样了，我很懒的，不如就跟在那些勤快的人后头，虽然会慢上几步，但永远不会迟到。你透露了点消息给他们，他们2家都配来这开了。哼，真是个狡诈的小子。老爷子判处你，是铁了心要上位啊。唉，最聪明的我和最强的你，这是我曾经暗河第一高手，上一任魁大人。城郊废邑，那里的好戏快开场了。走吧，哲叔，我们苏家那位老爷子该等着急了。不愧是大名鼎鼎的直三鬼，此线为界，还请2位不要逾越。谢家的紫靴鬼和刀阎罗不应该出现在这里。没劲，倒是被你一下子看穿了身份。不过我们家主听闻大家长受了重伤，心中十分焦急，想着赶快将大家长接回总堂来疗伤。大家长无碍。大家长是否无碍？还请容许千机与大家长见一面，再予以确认。不然我就这么回去了，不好交差啊。你不好交差，与我有何关系？你不想让我们与大家长相见，是否是自己意图不轨？不想让我们及时救治？是个不错的理由，但这个理由想要成立，只有一种可能。
杀了你？没错。为何不敢一线？谢家的风舞之刀，不错，死！你真以为我有那么弱？寸刀劲，用得好。回去告诉你们家老爷子，若及时收手，那么这段时间的事情，大家长可以装作无事发生；若继续这般执迷不悟，就别怪我们朱隐无情了。你今日是打算放过我们？暗河同门，皆是家人。走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看到我不是很高兴啊，我的魁大人。我知道你迟早会到，却还是希望可以晚一点。老爷子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你是苏家的弟子。如今我是魁，人中之魁，我属于暗河，却不属于任何一家。你总是这么正经啊，一点意思都没有。当无名者的时候，每天起早贪黑的练剑，做一个勤勤恳恳的无名者；做刺客的时候，每一个任务完成的妥妥当当，一丝不苟。现在做了魁，还是这么兢兢业业。你的大家长都快死了，你还要强拖着给他陪葬？大家长无碍，这样的传言，不该由你说起。他若无碍，又怎么会来找那什么新百草的小师叔？你杀了他，把绵龙剑拿来，你可以拿到你最想要得到的自由。是啊，离开苏家，离开暗河，去你想去的地方，做你想做的事。你知道呢，暗河从未有过这样的先例，而我们那位老爷子愿意为我破例。若我拒绝呢？咱们姓苏，在苏家生活了这么多年，而你身为魁，跟着大家长也不过几年。你跟他的情分，能有和苏家的深？我不管你的想法究竟如何，如今我是魁，我的职责便是守护大家长的安危。任何事，任何条件，都必须在这件事的前提下。错，没错，就是这样。同样的话我已经回给了老爷子，我就知道你一定会这么说。然后呢？然后老爷子说，既然如此，那就杀了吧。